这个世界的土著们感受蓝星沉淀的恐惧美学。我制造了恶意滋生的温床，寂静岭，你也逃不掉。我是大锤，一个平平无奇的模拟副本制造师。当我看着那些自诩强者的人在我的浓雾里崩溃尖叫，天才校花在李世界锈蚀的铁网前颤抖哭喊，可这仅仅是开胃小菜罢了。接下来，逃生那令人窒息的黑暗长廊会掐断你们的每一丝呼吸。生化危机里铺天盖地的腐烂尸潮将瞬间吞没你们可笑的阵型。对了，还有《钢轨实录》里佳慧的温柔一笑，纸人那浸透骨髓的东方悚然，都在等着我唤醒。真正的副本是直面你自己内心最肮脏、最怯懦的角落。通关不存在的，在我的游戏里，活着比死亡更可怕。就在刚刚，我耗时2天半制作的寂静岭副本，终于迎来了第一位小白鼠。C 栋3号独立制作室门口，校花苏清瑶轻轻推开紧闭的金属门：“你就是那个发胆小者误入帖子的测试者。”苏清瑶的声音清冷，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审视。毕竟她可是星海学院的风云人物，容貌绝美的同时，实力更是深不可测，是公认的学院最强者之一。是我发的帖子。我点点头，站起身，副本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始。我通关过学院几乎所有的高级副本，包括一些老师的作品。你确定你的作品值得我浪费时间？他的语气带着毫不掩饰的质疑和傲慢。我笑了笑，值不值得？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或许他和你以前体验过的所有副本都不一样。苏清瑶挑了挑眉，被勾起了一丝兴趣，希望你的作品能配得上你的自信。他不再废话，直接躺进了接入舱。开始吧。我深吸一口气，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走到操作台前，按下了启动键。寂静岭测试正式开始，并体验者苏清瑶进入寂静岭副本，恐惧收割开始。虚拟世界内，寂静岭小镇，苏清瑶发现自己站在一条被浓雾笼罩的街道上，能见度极低，四周一片死寂，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响。开场环境渲染的还不错，他心中点评了一句，这种压抑的氛围营造比那些粗制滥造的副本确实强上一些，但也仅此而已，无非是想用环境来制造紧张感。他经历过的危险场景多了去了，这点小场面还不足以让他动容。他尝试调动体内的能量，却发现被压制了，只能依靠纯粹的身体力量和精神感知限制能力。苏清瑶不以为意，开始小心翼翼地在雾中探索。他需要找到这个副本的目标，或者触发所谓的怪物。走了没多久，一阵刺耳的滋啦声突然从他携带的一个老旧收音机里传出，那声音像是信号干扰，又像是某种生物的嘶鸣，让人心烦意乱。苏清瑶停下脚步，警惕地看向四周，雾气似乎更浓了，收音机的噪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促，有什么东西在靠近。突然，一个矮小畸形如同孩童般的身影猛地从浓雾中扑出，手中挥舞着一把沾满污秽的小刀，速度极快，找死！苏清瑶眼神一冷，虽然力量被限制，但她的战斗本能和反应速度依旧远超常人。她侧身轻松躲过攻击，右手闪电般探出，精准地扣住了那怪物的脖子。咔嚓一声脆响，怪物的脖子被她轻易拧断，瘫软在地。就这，苏清瑶脸上露出一丝失望，还以为有什么特别的，结果还是这种低级怪物偷袭的套路。然而她话音刚落，地变陡升，刺耳的防空警报声猛地响彻整个小镇，天空瞬间暗了下来，仿佛被墨汁染黑，周围的建筑开始扭曲剥落，墙壁变成了布满铁锈和血污的铁网，地面变成了冰冷的金属格栅，整个世界仿佛在一瞬间堕入了地狱，表世界切换成了里世界。这是什么？苏清瑶瞳孔骤然收缩，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神色。环境的瞬间巨变带来的视觉冲击和心理压力是前所未有的，这根本不是他以前接触过的任何副本技术，这不是简单的场景切换，这是一种规则层面的颠覆。收音机的噪音再次响起，比之前更加尖锐狂躁，浓郁的黑暗和铁锈味中，一个、两个、三个，更多奇形怪状、散发着浓烈恶意的怪物从扭曲的阴影中缓缓走出，他们有的像残破的模特，有的像被束缚的病人，动作僵硬而诡异。更远处，一个手持巨大砍刀、头戴沉重三角铁盔的庞大身影在黑暗中若隐若现，无形的恐惧感如同潮水般涌来，瞬间攫住了苏清瑶的心脏。这不是单纯的强大，而是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无法言喻的诡异和恐怖。不可能！苏清瑶脸色苍白，呼吸急促，额头渗出冷汗。她的骄傲，她的自信，在这一刻被彻底粉碎。她第一次在一个虚拟副本里感受到了名为恐惧的情绪。制作室内，我看着屏幕上疯狂跳动的数值，以及那条不断飙升的恐惧情绪指数，嘴角疯狂上扬。检测到体验者产生强烈恐惧情绪，恐惧值+10，恐惧值+15，恐惧值+22，当前恐惧值158点。成了，效果拔群，高冷校花，学院最强，在寂静岭面前，众生平等。就在这时，接入舱内传来一声压抑不住的短促惊呼，随后各项数据波动更加剧烈。显然，苏清瑶在里世界遭遇了更大的惊喜。我满意地点点头，看来三角头大哥和护士姐姐们已经开始热情招待了。又过了几分钟，当恐惧值突破300大关时，屏幕上的连接状态突然变成了紧急脱离。砰！接入舱的舱门猛地弹开，苏清瑶跌跌撞撞地从里面滚了出来，脸色惨白如纸，娇躯不住地颤抖，漂亮的眼眸中充满了惊魂未定和残留的恐惧，看向我的眼神如同在看一个魔鬼。那个自信满满、高傲冷漠的校花，此刻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被吓坏了的小女生。她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因为过度惊吓而说不完整。我适时地递过去一杯水，感觉怎么样？我的寂静岭还算不同吧？我的语气带着一丝揶揄。苏清瑶没有接水，只是死死地盯着我。
仿佛要将我看穿。几秒后，他才勉强平复了一下呼吸，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那是什么鬼东西？那种怪物，那种环境，你是怎么做出来的？他从未想过虚拟副本可以恐怖到这种程度，那不是简单的血腥和暴力，而是一种直击灵魂的压抑和诡异。我微微一笑，商业机密，不过测试数据我已经拿到了，多谢你的勇敢尝试。苏清瑶看着我那云淡风轻的样子，再想想自己刚才狼狈的模样，脸颊瞬间变得通红，又羞又怒，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和好奇。这个看似普通的男生，到底是怎么制作出如此可怕的副本的？首次测试完成，获得体验者反馈数据：寂静岭副本完成度提升至98%，系统评价完美及心理恐怖副本1星，获得恐惧值312点。丰收！我心中狂喜，312点恐惧值足够我做很多事情了，可以用来强化自身精神力，也可以用来解锁新的系统功能或游戏模板。这次测试血钻毕业设计，你打算用这个？苏清瑶终于找回了一点理智，声音依旧有些发虚。当然，我点头。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吗？苏清瑶沉默了。如果这个寂静岭作为毕业设计提交上去，恐怕整个虚拟副本制造系乃至整个学院都要被彻底引爆。这个大锤，他隐藏得太深了。我先走了。他几乎是落荒而逃。看着苏清瑶仓皇离去的背影，我脸上的笑容更盛。相信用不了多久，关于 C 栋3号制作室诞生了一个魔鬼级副本的消息就会在学院里不胫而走，而我只需要坐等毕业设计的提交日，然后引爆全场。我打开系统面板，看着那312点恐惧值，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是否消耗100点恐惧值，将自身精神力上限提升至50点？是。感受着提升后的精神力，我握了握拳。这仅仅只是开始，寂静岭只是我恐怖游戏帝国的第一块砖，接下来还有逃生、生化危机、恶灵附身，无数的经典在等待着我去复现。我要让这个世界的历练者们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系统消耗150点恐惧值，优化寂静岭副本细节。消耗150点恐惧值成功，开始优化。根据首次测试反馈数据，重点强化里世界氛围渲染，提升怪物的压迫感，增加环境互动细节。我的意识沉入系统辅助的构建过程。这个角落的阴影可以再暗一点，加上若有若无的呼吸声效果。三角头大哥的出场可以更具仪式感，压迫力拉满。护士姐姐们的行动模式可以根据体验者的视线进行微调，增加那种被窥视的不安感。还有收音机的噪音频率和强度要和危险靠近程度更紧密地关联起来。我不断地提出修改意见，系统则高效地执行，将那些来自地球的经典恐怖元素更完美地融入这个虚拟副本框架内。副本水晶的光芒似乎都变得更加幽深了一些。寂静岭副本优化完成，完成度99%，评级完美级心理恐怖副本1星，当前恐惧值162点。完美级，我满意的点头。虽然只是1星评级，但这主要是受限于我目前的精神力上限和系统等级，但论及副本质量和恐怖效果，绝对远超同级。毕业设计第1名应该稳了吧？我摸了摸下巴，嘴角勾起一丝坏笑，就是不知道到时候导师和同学们体验时，表情会不会比苏大校花还要精彩。另一边，星海学院女生宿舍，苏清瑶用冷水拍打着自己的脸颊，试图驱散那份心底的恐惧。她闭上眼，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闪过那些锈迹斑斑的铁网、扭曲蠕动的怪物，还有那无处不在的浓雾和刺耳警报声。苏清瑶长长吐出一口气，那真的是虚拟副本能达到的效果吗？她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边缘的真实战斗，也通关过学院里所有号称高难度的虚拟副本，无论是狰狞的异界巨兽，还是狡猾的深渊魔物，她都能冷静应对，甚至游刃有余。可那个寂静岭完全不同，那种地方现实中真的会存在吗？一个荒诞的念头在她脑海中闪过，不行，不能被那个家伙的副本吓破了他，我倒要看看别的恐怖类副本和他到底有多大差距。苏清瑶立刻登录了学院的虚拟副本库，筛选出评价最高的几个恐怖惊悚类副本。很快，他锁定了一个名为《幽暗古堡》的3星副本，据说是由一位高年级学长精心制作，以氛围和解谜著称。10分钟后，苏清瑶面无表情地退出了幽暗古堡副本，接入舱外。几个排队等待的学生看到他这么快出来，都有些惊讶。苏学姐，这么快就通关了？幽暗古堡不是很难吗？苏清瑶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径直离开。他的内心却远不如表面那么平静。难和寂静岭比起来，幽暗古堡里的那些东西简直就像是幼儿园级别的恐吓。体验过寂静岭那极致的心理恐怖和氛围营造后，再来看这些普通的恐怖副本，简直如同嚼蜡。那个大锤，他的寂静岭恐怕真的要改写学院的虚拟副本历史了。这次的毕业设计第1名毫无悬念。正当苏清瑶思绪万千之时，他忽然微微一怔，好像有点不对劲。他仔细感受了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似乎比进入幽暗古堡之前要更稳定、更凝练一些，就像是经过了某种高强度的压力测试后，心理承受能力被动的提升了。难不成那个寂静岭不仅能带来极致的恐惧，还能在无形中锤炼人的精神韧性？他看向 C 栋3号独立制作室的方向，眼神闪烁。那个家伙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4日，星海学院的毕业设计提交日，所有虚拟副本制造系的学生都需要在这一天来到展厅上传毕设。在1周内，全院师生都可以自由下载体验。最终，系统将根据每个副本的综合评分，评定出最终成绩，排名优秀者将获得学院的最高荣誉，甚至有机会被保送至联邦最顶尖的高等学府深造。快看，是周浩学长！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引起一阵骚动。此人正是虚拟副本制造系公认的天才周浩。听说周浩学长这次复刻的深渊蠕虫微缩场景已经达到了2星副本的标准，这届的第1名肯定非周浩学长莫属了。
周围的议论声传入周浩耳中，他嘴角的弧度不由得又上扬了几分，享受着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他的目光在人群中逡巡，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很快，他的眼神定格在展厅入口处。苏清瑶来了，她的出现瞬间让嘈杂的展厅安静了不少，许多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周浩立刻整理了一下衣领，带着自认为最迷人的笑容，语气热情洋溢：“清月，你来了，我还以为你不会对我们系的毕业展感兴趣呢。”苏清瑶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随便看看，简单的4个字，让他脸上的笑容僵硬了一瞬。他正想继续介绍自己作品的亮点，却见苏清瑶的目光越过他，看向了他身后。大锤，你的副本也准备好了？周浩微微皱眉，这个名字他有点印象，好像是系里那个连毕业都困难的吊车尾。只见苏清瑶完全无视了他这个天才，径直走向毫不起眼的我。我停下脚步，看到是苏清瑶，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刚出炉，还热乎着。我晃了晃手中的水晶，有机会可以再试试优化过的寂静岭，体验感应该会更刺激一点。看着苏清瑶和我之间那自然熟稔的互动，周浩感觉自己的肺都快气炸了。他脸色铁青，几步冲到我面前，语气不善地质问道：“大锤，我没记错的话，你连基础的精神力考核都差点没通过吧？就你也能做出毕业设计，我劝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别出来丢人现眼了，免得拉低我们整个系的水平。”面对周浩的挑衅，我只是抬了抬眼皮：“是吗？说不定我的垃圾比你的宝贝更受欢迎呢。毕竟副本好不好，不是靠名气和吹牛，是靠实力说话的。你找死！”周浩彻底被激怒了，他堂堂系内第一天才，竟然被一个公认的废物如此嘲讽。好，很好，大锤，我倒要看看1周后成绩公布时，希望你还能像现在这样嘴硬。说完，他不再理会我，转身走向自己的专属上传终端，将那枚散发着淡淡紫色光晕的深渊蠕虫副本水晶重重地按了上去。他要用绝对的实力碾碎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我看着周浩气急败坏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很好，鱼饵已经撒下，就等发酵了。我走到一个普通的上传终端前，将手中的寂静岭副本水晶轻轻放入。几乎在同一时间，展厅内的大屏幕上实时更新的副本列表中出现了2个新的名字：副本名称深渊蠕虫，微缩场景，制作者周浩，评级待定；副本名称寂静岭，制作者大锤，评级待定。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的落在了这2个刚刚上传的副本上，一个是万众期待的天才之作，另一个则是名不见经传，甚至被认为是滥竽充数的凑数品。苏清瑶看着大屏幕上的寂静岭，眼神闪烁，想必今天的毕设展示一定会吓哭很多人吧。开始了，快看！周浩学长的深渊蠕虫已经有人下载了。深渊蠕虫的下载量一路飙升，很快就突破了3位数，而寂静岭的下载量依然是尴尬的0。大锤，你那玩意儿真有人会体验吗？旁边传来张鹏略带担忧的声音。我失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急，好戏才刚开始，总有好奇的猫会忍不住想看看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人群外围，苏清瑶静静地站着。寂静岭，他已经体验过了，这个副本的厉害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打击，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折磨。就在这时，大屏幕上寂静岭的下载量终于跳动了一下，紧接着像是连锁反应，2、3、7，下载量最终停在了7这个数字上，然后便不再增长。搞了半天就7个人下载，还不够周浩学长一个零头呢。不会是大锤自己找的托吧？也可能是点错了，哈哈哈。7位勇士怀着各自不同的心情，几乎在同一时间躺进了接入舱。与此同时，校园论坛关于毕业设计展的讨论帖早已刷屏，预测本届毕业设计前3：周浩深渊蠕虫稳居第1名，李明熔火之心，赵倩迷雾森林争夺2、3。舆论几乎一边倒的看好周浩，而寂静岭则成了众人调侃和嘲讽的对象。很快，随着第一批进入深渊蠕虫副本的学生开始陆续结束体验，从接入舱里出来，赞誉声不绝于耳。周浩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享受着胜利者的荣光，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然而，就在深渊蠕虫好评如潮，下载量节节攀升的时候，展厅另一角的几个接入舱却显得有些过于安静了。按照正常副本的体验时间，这会儿也该有人出来了，可那7个接入舱舱门紧闭，指示灯稳定的亮着红灯，没有任何动静。怎么回事？那7个玩寂静岭的怎么还没出来？我看是卡在里面出不来了吧？哈哈哈！有人幸灾乐祸。苏清瑶的黛眉却微不可察地蹙了一下，她看了一眼那7个安静的有些诡异的接入舱，心底那份莫名的预感越来越强烈。就在这时，嗡，其中一个运行着寂静岭的接入舱突然发出一阵剧烈的震动，指示灯开始疯狂闪烁。卧槽，什么情况？离得近的学生吓了一跳，紧接着像是会传染一样，接着剩下几个接入舱几乎在同一时间也开始剧烈震动，指示灯狂闪，砰砰，舱门内部传来猛烈的拍打声，仿佛里面的人正在用尽全力想要出来。展厅内的喧嚣声瞬间安静了下来，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众人心头。那个寂静岭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展厅内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死寂。之前还在高谈阔论吹捧深渊蠕虫的学生们，此刻都闭上了嘴巴。搞什么啊？接入舱故障了，还是里面的人出事了？有人声音发颤地问了一句，打破了沉寂。周浩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阴沉。这该死的大锤肯定是用了什么不入流的手段，故意制造骚动来吸引眼球，等会儿非要向导师举报他不可。而苏清瑶的呼吸则微微有些急促，她太熟悉这种反应了。这7个人恐怕正在经历她曾经经历过的，甚至更加恐怖的场景。我依旧站在原
地，眼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满意。来了，第一波恐惧值即将大规模到账。定，检测到体验者产生强烈恐惧情绪，恐惧值+28+35+41，当前恐惧值315点。数据在飞速上涨。就在这时，一声惨厉到极致的尖叫猛地从其中一个剧烈震动的接入舱里爆发出来，紧接着，砰！那个接入舱的舱门猛地弹飞出去，一个身影连滚带爬的从里面冲了出来。那是一个身材颇为壮硕的男生，是自诩胆大包天的战斗系学生之一。然而此刻，他脸色惨白如纸，双目圆瞪，瞳孔涣散，浑身如同筛糠般抖个不停。他甚至顾不上爬起来，手脚并用的向后退缩。雾，到处都是雾！别过来，别过来！他语无伦次的嘶喊着。一个1米8几的大男人当场崩溃，抱着头痛哭起来。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整个展厅彻底炸锅了。卧槽，什么情况？吓哭了？开玩笑的吧？一个虚拟副本而已，至于吗？这还是那个平时在训练场上生龙活虎，敢和2阶异兽硬碰硬的战斗系猛男吗？能把这样一个猛男吓成这样，那个寂静岭到底有多恐怖？还没等众人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砰砰砰！其余的接入舱门也接二连三的被猛地弹开。啊，鬼啊！救命！放我出去！别追我！三角头、砍刀，几个同样脸色惨白、浑身湿透、眼神涣散、精神明显受到巨大冲击的学生，跌跌撞撞的滚了出来。他们的状态比起第一个出来的战斗系猛男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第一个人出来时，大家还觉得可能是个例，那么现在连续4个人都是精神崩溃的状态逃出来的，那就绝对不是巧合了。周浩的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演戏，你们都在演戏！周浩终于忍不住，指着那几个瘫在地上的学生，厉声呵斥道：“大锤给了你们多少钱，让你们在这里装神弄鬼？”然而那几个惊魂未定的学生听到他的话，非但没有心虚，反而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猛地抬起头，用一种混杂着恐惧、愤怒和委屈的眼神瞪着周浩。演戏？我演你喵的！第一个出来的那个战斗系猛男红着眼睛指着周浩破口大骂：“你有本事自己进去试试，看你特喵能不能站着出来！”就是周浩，你少血口喷人，那里面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另一个男生也激动地喊道。看着这几个受害者真情实感的反应，以及他们眼中那毫不作为的恐惧，周围围观的学生们哪里还不明白，这根本不是演戏，那个寂静岭是真的有大恐怖。哼，强词夺理。周浩色厉内荏地哼了一声。学院的导师们可不是傻子，他们会看穿你们这套把戏的。就在这时，一个相对冷静下来的男生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深吸了一口气，走到我面前，脸上带着一种劫后余生般的激动和崇拜。大锤同学，他声音还有些抖，但眼神却异常明亮。你这个副本太牛逼了！虽然过程真的快把我吓死了，但是他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但是我感觉好像精神还有我的意志力被锤炼了，就是那种像是在高压下强行突破极限的感觉。没错，旁边那个蜷缩着的男生也抬起头，附和道：“我感觉我好像克服了一点我的幽闭恐惧症，虽然过程很痛苦，但出来之后感觉脑子清明了很多。”我也是。那个叫李云的女生也小声说道，虽然还在发抖，但眼神中多了一丝异样的光彩。这几句话如同几记重锤，狠狠砸在了周浩的心上。什么？锤炼意志力，克服心理障碍，直面内心恐惧？这怎么可能？不可能！你们都在胡说，你们都是托。周浩像是失去了理智。苏清瑶看着周浩那副接近崩溃的样子，轻轻摇了摇头，心性如此不稳，就算天赋再高，未来的成就也有限。就在展厅内，因为这7个受害者而彻底沸腾之际，肃静一声中气十足，带着不容置疑威严的冷喝，如同平地惊雷般在展厅内炸响。人群的喧嚣声戛然而止，所有人循声望去，只见展厅入口处，几位身穿学院导师制服的中年人正快步走来，为首一人正是负责这次毕业设计展的教导主任李振华。显然，这里的巨大动静已经惊动了他们。李振华的视线锐利如鹰，迅速扫过全场。怎么回事？谁来解释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了整个展厅。周浩看到李振华，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他猛地冲上前，指着我，声音尖利地控诉道：“李主任，是他，是大锤，他制作的虚拟副本有问题，他的副本恶意惊吓同学，导致他们精神失常。您看，他们都被吓坏了，这根本不是合格的毕业设计，这是在残害同学。”他沉声问道：“大锤，周浩说的是否属实？你的虚拟副本为何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周围的导师们也都用审视和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虚拟副本虽然允许一定的精神冲击，但前提是可控、安全。眼前这7个学生的状况，明显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畴。我迎着众导师的目光，平静地开口：“李主任，各位导师，我的副本名为寂静岭，是一款心理恐怖类型的体验。”心理恐怖？李振华哼了一声：“我看是精神虐待吧？你看看他们，这叫体验？主任，您不妨问问他们自己。”我不卑不亢，伸手指向那几个刚刚缓过一点神来的学生。第一个出来的那个战斗系猛男刘猛，此刻虽然依旧惊魂未定，但听到周浩的污蔑和主任的质问，却挣扎着站了起来，红着眼睛道：“主任，那个副本确实非常吓人，我差点就尿了。但是我感觉我好像没那么怕黑了，而且以前训练时总感觉有道坎过不去，刚才在里面被逼到极限，好像有点想通了。”我也是。那个叫李云的女生也小声附和，她擦了擦眼泪，声音还有些颤抖。虽然过程很痛苦，但我一直有轻微的社交恐惧，但出来之后，我感觉好像没那么害怕跟人对视了。另一个抱着捡漏心态的男生王磊也激动地补充：“主任，大锤同学的副本虽然恐怖，但真的能锤炼人的意志，这是一种特殊的修行。”几个受害者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他们的话让李振华和几位导师都愣住了，周浩更是目瞪口呆。李振华的眉头依旧紧
行所，特殊的修行。李振华看向我，语气中带着一丝探究。大锤，你倒是说说，你这个寂静岭究竟是如何修行的？我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平静地开口解释。寂静岭的核心并非单纯的惊吓，它旨在构建一个极致压抑、诡异、充满未知恐惧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体验者会被迫直面自己内心深处可能从未察觉的恐惧、焦虑，甚至是一些不愿回忆的创伤。简单来说，它不是教你怎么战斗，而是教你怎么在绝望中保持不崩溃，怎么在恐惧中寻找微弱的希望。这是一种对精神韧性的高强度锤炼。几个导师面面相觑，他们从未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虚拟副本的作用。锤炼精神韧性，直面内心恐惧，这听起来似乎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如果真如我所说，那这个寂静岭的价值恐怕要远超他们的初步判断。李振华的眉头依旧紧锁，你说的头头是道，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种程度的精神冲击是否会对学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还需要评估。既然如此，这个寂静岭我亲自体验一下。什么？此言一出，满场皆惊。他的目光转向我，大锤，设定一个接入舱，我要进去看看。我微微颔首，如您所愿，主任。我心中也是微微一动，教导主任亲自下场，这可是最好的广告和证明了。很快，在众目睽睽之下，李振华深吸一口气，面容严肃地躺进了接入舱。接入舱内，李振华只感觉眼前一黑，随即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白雾瞬间笼罩了他的视野。阴冷潮湿的空气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铁锈味和腐败气息，这就是寂静岭。他尝试调动精神力感知四周，却发现精神力在这里受到了极大的压制，耳边是死一般的寂静，但隐约间似乎有某种令人不安的沙沙声从浓雾深处传来，像是某种东西在地上拖行，还有若隐若现的警报声，像是从极遥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直接在脑海中回响。李振华毕竟是经验丰富的导师，初始的错愕过后，迅速稳定心神，装神弄鬼。他冷哼一声，试图脉搏。突然，一阵刺耳的电流杂音毫无征兆地响起，李振华心中一紧，猛地停下脚步。他看到自己的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个老旧的收音机，此刻正发出剧烈的噪音，而随着噪音的出现，雾气中一个模糊扭曲的人形轮廓缓缓地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态从前方浮现。那东西没有清晰的面目，四肢不自然地扭动着，发出令人牙酸的骨骼摩擦声。他在靠近，李振华瞳孔骤缩，尽管他知道这是虚拟环境，但那种扑面而来的恶意和诡异感依旧让他头皮发麻。他下意识地想要后退，但双腿却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冷静，这是假的。李振华强迫自己镇定。然而那怪物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伴随着收音机越发尖锐的噪音直扑而来。李振华想要做出战斗姿态，却发现自己在这个副本中似乎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人。恐惧如同冰冷的潮水，开始一点点侵蚀他的理智。他猛地转身想要逃离，但浓雾之中方向难辨。他奔跑着，耳边是自己粗重的喘息声和那如影随形的收音机噪音。不知跑了多久，前方出现了一扇半掩的铁门，他想也没想，直接撞了进去。砰！铁门在他身后关上，门内是一条狭窄阴暗的走廊，墙壁上布满了锈迹和不明的污渍，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走廊深处传来一阵阵压抑的女人抽泣声，以及金属摩擦地面的声音。李振华的心脏狂跳起来，他感觉自己的精神正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不断挤压。这不是他以往体验过的任何副本，那些副本要么是激烈的战斗，要么是复杂的解谜，但这个寂静岭，它不与你正面冲突，它只是用无处不在的压抑、诡异和未知，一点点蚕食你的精神防线。他咬着牙继续向前，转过一个拐角，眼前的景象瞬间让这位见多识广的教导主任也瞬间倒吸一口凉气。几个穿着染血护士服的身影正背对着他，身体以一种不自然的频率微微抽搐着，而他们的头部被完全包裹在染血的纱布中，看不清面容，手中似乎还握着生锈的手术刀或钢管。当李振华的脚步声响起时，唰，那几个护士动作僵硬却又迅捷的同时转过头来，虽然没有五官，但李振华却清晰地感受到一种被注视的冰冷恶意。他们动了，迈着诡异步伐朝他逼近。够了！李振华在心中怒吼，他试图强行中断连接，却发现自己对身体的控制权似乎被剥夺了，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扭曲的护士越来越近。恐惧，前所未有的恐惧，这不是力量上的碾压，而是心理上的彻底摧残。此刻展厅外，教导主任李振华已进入寂静岭副本有一段时间了。就在我自我怀疑会不会被这老登通关了时，突然一声巨响，一道身影踉跄着从接入舱内滚了出来，重重摔在地上，正是教导主任李振华。此刻的他脸色惨白如纸，额头上布满了豆大的冷汗，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撑着地面想要站起来，双腿却控制不住的发软，试了几次都未能成功。几乎所有人都傻眼了，堂堂教导主任居然如此狼狈。李主任，您没事吧？几位导师七手八脚地冲上去，想要扶起李振华。李振华摆了摆手，声音沙哑的像是被砂纸磨过。我没事，扶我起来。他深吸了几口气，太可怕了，那根本不是什么虚拟副本，那是一个能直击人内心最脆弱角落的精神囚笼。浓雾、收音机的噪音、扭曲的人形怪物，没有五官却能感受到注视的护士，一幕幕画面在李振华的脑海中闪回。他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要永远困在那个鬼地方了。他转过身，目光复杂地看向我，大锤，你这个寂静岭很好。这句话比之前李振华被揣出来还要震撼人心，堂堂导师被吓成这样，还说很好。周浩脸色惨白，整个人晃了晃，险些瘫倒在地，他已经没有翻盘的可能了。其他导师也懵了，李振华没有理会他们，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你说的对，这确实是一种特殊的修行，他所锤炼的是人类最根本的意志，是在绝望中保持理智的能力。当然，这种副本的风险也极高，并非所有人都适合体验。你这个毕业设计，我会亲自向校长汇报。从现在起，在学院没有明确结论之前，你的寂静岭可以继续开放测试，但必须做好体验
验者的筛选和风险告知。多谢主任，我点头。李振华摆了摆手，在几位导师的搀扶下，有些脚步虚浮地离开了展厅。卧槽，连李主任都被吓成那样，这副本得多恐怖啊！你们没听见吗？主任说这是特殊的修行，我有点想试试了。一时间，展厅内外的学生们看向寂静岭接入舱的眼神充满了复杂的情绪。苏清瑶看着这一切，走到我身边轻声道：“恭喜你，大锤同学，你的寂静岭成功了。”我微微侧头，对上他带着探究和欣赏的目光，嘴角微扬。这只是开始而已，我能再体验一次吗？苏清瑶突然问道。我挑了挑眉，苏同学不怕？怕。苏清瑶坦然承认，但我也很好奇，第二次进入会有什么不同？他第一次体验时虽然也被吓得不轻，现在有了心理准备，并且知道了其正面作用后，他想更深入地探索这个副本的奥秘。我看着他认真的眼神，点了点头，当然可以，不过后果自负。苏清瑶轻轻颔首，走向了一个空置的接入舱。而此时，因为李振华的亲身示范以及他那番出人意料的评价，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涌向我的展台，一时间竟然排起了长队。我看着这火爆的场面，心中乐开了花，恐惧值开始疯狂进涨。展厅内时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惊恐的尖叫，以及接入舱被暴力踹开的巨响。每一个从寂静岭里爬出来的学生，无不是面色惨白，失魂落魄。另一边，苏清瑶再次躺入接入舱，缓缓闭上眼。接入虚拟副本，寂静岭依旧是那片浓得化不开的白雾，阴冷潮湿的空气带着铁锈与腐败的混合气味。果然，开局场景是固定的。苏清瑶心中暗道，她尝试着迈步，雾气中隐约可见破败的街道。滋啦，熟悉的收音机噪音突兀响起。苏清瑶心中一凛，但并未慌乱。她看向自己手中不知何时出现的旧收音机，根据之前的经验，噪音越剧烈，代表他们越近。不远处，雾气涌动，一个模糊扭曲的人形轮廓缓缓浮现。他没有清晰的面容，四肢以诡异的角度扭曲着，一步步摇晃着逼近。冷静，这是程序生成的影像，目的是引发恐惧。苏清瑶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分析。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转身就跑，而是尝试着后退，同时仔细观察着那怪物的行动模式。这个怪物虽然缓慢，但执着，而且似乎对声音和活人的气息极为敏感，攻击方式不明，但压迫感极强。苏清瑶一边后退，一边在心中记录。当怪物距离他只有3-4米时，他才转身，不疾不徐地开始小跑。果然，跑出一段距离后，收音机的噪音减弱了。看来，只要拉开一定距离，就能暂时摆脱第一次危机后，苏清瑶喘了口气，继续在雾中探索。这一次，他更加留意环境中的细节。副本里面危机四伏，但常常隐藏着不同的出口和逃生路线，需要自己寻找线索。不知走了多久，前方出现了一栋透着阴森气息的建筑——米德维奇小学。看着这所阴森森的学校，苏清瑶皱起眉头，缓缓走了过去。校门虚掩着，里面漆黑一片，仿佛择人而噬的巨兽之口。按照一般副本的逻辑，这种标志性建筑通常是剧情的关键节点。他推开了吱呀作响的校门，走了进去。一股更加浓郁的腐臭气息瞬间扑面而来。学校内部比外面更加黑暗，走廊两侧是紧闭的教室门，墙壁上布满了涂鸦和不明的污渍。寂静，死一般的寂静。他小心翼翼地沿着走廊前进，每一步都踩得极轻。突然，前方一间教室的门轻轻晃动了一下，苏清瑶猛地停住脚步，全身汗毛都快竖了起来。那门开了一道缝，他屏住呼吸，紧紧盯着那道门缝，但里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是进去还是绕开？苏清瑶的理智告诉他，这种地方往往藏着危险，但副本的剧情和线索也往往藏在这些地方。他犹豫了几秒，最终还是缓缓伸出手，轻轻推开了那扇门。教室里空荡荡的，只有几张歪倒的课桌椅，正对着门的一块黑板上画着一些不成形状的，像是孩童涂鸦的诡异图案，没有怪物。苏清瑶见状瞬间松了口气，他走进教室，试图从中找出一些线索。就在他专注于黑板时，身后传来一阵细微的，像是布料摩擦的声音。苏清瑶猛地回头，只见教室的角落里，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蜷缩在那里，背对着他，微微颤抖着，像是一个受惊的孩子。谁？苏清瑶下意识地问道。那小小的身影没有回应，依旧蜷缩着。苏清瑶感觉自己的心脏跳动得有些过快，她能看到那是一个穿着破旧连衣裙的小女孩，头发散乱。你好。小女孩依旧没有反应，她感觉有些不对劲，伸手想去拍拍那个小女孩的肩膀。就在她的指尖即将触碰到小女孩的瞬间，尖锐刺耳的警报声突然毫无征兆的在整个学校内凄厉地响起。苏清瑶心中一惊，急忙缩回手。与此同时，整个世界的色调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变化，墙壁上的涂料如同被火烧过一般，迅速剥落碳化，露出底下锈迹斑斑、布满血污的金属网格和管道。里世界降临了。那个蜷缩在角落的小女孩在世界异变的瞬间发出了一声不似人类的尖锐嘶鸣，她的身体猛地抽搐拉长，变成了一个手持尖锐凶器、没有面孔的矮小怪物，朝着苏清瑶猛扑过来。苏清瑶瞳孔一缩，果然这个世界就没有正常人。苏清瑶的身体下意识地向旁边一矮，险之又险地避开了那小怪物的扑击。那小怪物一击不中，在地上一个翻滚，再次尖笑着扑来。这就是里世界的怪物吗？教室内空间狭小，不利于躲闪。苏清瑶当机立断，猛地转身冲向教室门口。咯咯，身后苏清瑶眼角的余光瞥见，教室里那些原本歪倒的课桌椅下，墙角的阴影里竟然钻出了更多同样的矮小怪物。他们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童，挥舞着简陋却致命的武器，蜂拥而出，数量不少，而且似乎是被警报声激活的。苏清瑶飞速冲出教室，发现整个学校的走廊也已经彻底里世界化。那些小怪物紧追不舍，他们的奔跑速度极快，在金属地面上发出刺耳的刮擦声。必须摆脱他们，或者找到安全的区域。他记得我似乎体
提过，寂静岭的核心不是战斗，而是解谜和逃生。他快速扫视着走廊，前方不远处是一段向下的楼梯，通往更深邃的黑暗。在楼梯口旁边有一扇半开的铁门，门上似乎标着锅炉房的字样。锅炉房，苏清瑶心中一动，这种地方通常结构复杂，或许可以甩掉这些小怪物。他毫不犹豫地冲向锅炉房，推开沉重的铁门，一股灼热的、带着硫磺气味的空气扑面而来。苏清瑶闪身进入，立刻反手想要关门，但那些小怪物已经追到了门口，几只瘦小的手臂从门缝中伸了进来，试图阻止他关门。滚开！苏清瑶一咬牙，用尽全身力气，猛地将铁门合拢。咔嚓！门外传来几声骨骼碎裂的脆响和凄厉的惨叫，随即是疯狂的撞门声。苏清瑶靠在门上，剧烈的喘息着，这里不安全，他们迟早会撞开门。他迅速打量着锅炉房，这里空间虽然不大，但管道和机器很多，可以作为掩体。同时，在锅炉房的另一端，似乎还有一个小门。撞门声越来越响，铁门已经开始变形。他加快了脚步到了那个小门前，深吸一口气，猛地拉开小门，闪身钻了进去，然后迅速将门关上。幸运的是，这扇小门的内侧竟然有一个插销。苏清瑶毫不犹豫地将插销插上，几乎在他插上插销的瞬间，外面的铁门被轰然撞开，小怪物们潮水般涌了进来，在锅炉房内发出愤怒的嘶吼和搜寻的动静。苏清瑶靠在小门上，听着外面杂乱的声响，终于松了一口气，暂时安全了。这才是寂静岭的真正面目吗？压抑、血腥、无处不在的恶意。他开始仔细检查这个储物间，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很快，苏清瑶在一堆废弃的铁桶后面发现了一个沾满血污的记事本。打开记事本，里面是一些日记片段。他们来了，那些孩子，他们不再是孩子了。警报声是召唤他们的信号，也是另一个世界降临的序曲。地下室有东西在呼唤我，那里藏着秘密。钢琴，琴声能安抚他们，但弹错一个音符就会激怒他们。苏清瑶仔细阅读着这些信息，眉头紧锁。孩子，警报声，另一个世界，钢琴，地下室，难道这学校还有地下室？苏清瑶想起之前在外面看到的楼梯，似乎是通往地下的。琴声能安抚他们。苏清瑶将记事本收好，心中有了初步的计划。首先要找到去地下室的路，接着他在储物间里找到了一根半米长的生锈铁管。休息片刻，苏清瑶小心翼翼地打开储物间的门，探出头去。锅炉房内的小怪物似乎已经散去，他悄悄溜出储物间，重新回到学校的走廊。警报声依旧在持续，但似乎没有之前那么刺耳了。苏清瑶凭借记忆，终于找到了之前看到的那个向下的楼梯，楼梯口黑漆漆的，仿佛通往无尽的深渊。苏清瑶握紧手中的铁管，深吸一口气，踏上了向下的台阶。终于，他来到了楼梯的尽头，而苏清瑶的眼前出现了一条更加阴暗潮湿的走廊，墙壁上布满了粘稠的液体和奇怪的符号。苏清瑶继续小心翼翼地前进，突然，一阵若有若无的钢琴声从走廊深处传来，那琴声断断续续，不成曲调，带着一种诡异的、令人不安的韵律。苏清瑶精神一振，是钢琴。琴声来自一间半开着门的房间。苏清瑶从门缝向里望去，只见房间中央摆放着一架残破的钢琴，一个穿着破旧病号服的身影正背对着他，用僵硬的手指一下一下地敲击着琴键，发出那诡异的乐声。那身影的背影看起来像是一个成年女性，但她的身体却在微微抽搐，动作极不协调。就在这时，苏清瑶注意到，在钢琴旁边散落着几张乐谱，其中一张乐谱上似乎用红色的笔圈出了几个音符，难道这就是正确的曲调？苏清瑶心中一动，她正想仔细看看那乐谱，忽然弹钢琴的身影猛地转过头来，那是一张怎样恐怖的脸，皮肤腐烂，眼窝深陷，没有眼球，只有两个黑洞洞的窟窿，嘴角咧开一个诡异的弧度。即使是苏清瑶也被这张脸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那怪物猛然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从钢琴凳上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向他扑来，但他的速度并不快。苏清瑶迅速镇定下来，他一边后退一边寻找机会，他不想和这个怪物纠缠，他的目标是那张乐谱。怪物嘶吼着逼近，苏清瑶看准一个空档，猛地侧身从怪物身边擦过，冲向钢琴，一把抓起那张被圈出音符的乐谱，然后头也不回地向房间外跑去。怪物在后面发出愤怒的咆哮，但他的速度追不上苏清瑶，他一口气跑出很远，才敢停下来喘口气。他低头看向手中的乐谱，乐谱很残破，似乎是一段旋律的片段，这应该就是线索了。苏清瑶将乐谱收好，忍着心中的恐惧继续在地下室探索，希望能找到其他的线索，或者离开这里的路。他已经逐渐摸清了这个副本的套路，有些地方就是给自己提供躲藏的。终于，在一个上锁的房间前，他发现门上有一个奇怪的凹槽，形状似乎和某种乐器有关，难道需要特定的物品才能打开？他想起了之前在楼上看到的那些教室，或许线索并不全在地下室。他决定先回到楼上，重新搜寻那些之前没有仔细检查过的教室。然而，就在他准备原路返回时，一阵熟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沙沙声从走廊的拐角处传来，同时他手中的收音机再次发出了剧烈的噪音。苏清瑶心中猛然一沉，完了！浓雾即使在地下室也开始弥漫。一个高大魁梧、头戴三角铁盔、手持巨刃的恐怖身影缓缓从雾中走出，正是寂静岭的标志性怪物三角头。一股难以言喻的压迫感瞬间笼罩了苏清瑶，她的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这绝对是目前为止她在这个副本中遇到的最强大的敌人。收音机的噪音已经尖锐到了极致，几乎要刺破耳膜。三角头移动缓慢，但每一步都带着千钧之力。沉重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地下室走廊中回荡，如同死亡的丧钟。他手中的巨刃拖在地上，摩擦出刺耳的金属刮擦声。火星四溅，跑！苏清瑶脑海中瞬间闪过这个念头，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向着来时的路狂奔而去。然而，他还没跑出多远，就发现前方的道路被倒塌的杂物堵死了。该死，就这样结束了吗？